我还遇到了一位故人，我知道他这次回来是要杀了蝶替他全家报仇。我要他离开京城，再也不要回来。娘，我没做错吧？志农，你来看，这花儿很罕见，它长成后，根茎可以入药，花和种子却有毒。 谁？二公子，你为什么还没走？我的事情还没有办完，还不能走。不怕我告发你吗？怕。所以我今日前来，是要杀你灭口。但我现在改变主意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你帮了我，我就会允许你杀我爹。你死心吧！ 哎，你干嘛呀你？二公子，你看，这坟上是不是只有这种花？坟上开花，有什么奇怪的？你在林中的其他地方还见过这种花吗？它叫独岭南星，整株有毒，为何偏偏这种毒物？ 只长在你娘坟上，还如此茂盛。或许是从别的地方飘过来的种子吧。独岭南星是南诏州特有的毒草，是飘不到京城来的。你什么意思？要么是有人将它特意种在你娘的坟上，要么就是坟里的尸体本身就带着独岭南星的种子。 不过你应该清楚，前者几乎是没有可能的。你想说什么？如果猜的没有错，你娘应该是被他毒死的。不可能，我娘就是生病去世的。她走之前，我整日整夜陪在她身边，没有人能下毒。独岭南星虽比不上砒霜的毒性烈，但以它的花毒，每日服用一点。 常年累月积攒在五脏六腑里，到了某一天，人自然就死了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只需要二公子将令堂的遗骨请出来，便能查个分明。你要我挖我娘的坟？二公子难道不想知道真相吗？也许毒害令堂的，就是你一直最敬爱，也最意想不到的人。 藏海，你畜生！你想说什么？你想说是我爹杀了我娘？这个事啊，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。你为了杀我爹，就要挖我娘的坟，你为达目的捏造谎言，你丧心病狂！那我问你，为何庄家先祖的坟茔都在陵园的东南面，单单你娘的孤坟在北面，还如此的简陋？ 他的牌位到如今为何都进不了祠堂？你闭嘴！最重要的是，你娘去世这么久，为何你爹一次都没有祭拜过她？为何？你还去问别人？看这画是不是如我所说？你若是不信他有剧毒，你有没有胆量将他吃了？
说的每一个字，我都不会相信。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给我滚！明日祭祖的时候，你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。 瞄准！剑要沉，手要稳，慢慢吐气。射！我射中了！好，星儿，来喝点水。娘，你说过，射中了晚上给我分素果馅吃。 就你嘴馋，只知道吃，不给吃的便不好好练骑射啦。这小子有我当年的胆魄。侯府下一个将军就是他了。你以后得好好替我盯着他练习骑射，别让他偷懒。我可不像您能带兵打仗，怎担得起如此重任？还是您亲自教他吧。行了，继续。 侯爷、夫人，车马已经备好了，下人们提前到陵园，准备祭拜的香烛贡品了。围猎的东西都带上了吧？都带了，放心吧，夫人。父亲，你今天可够早的，祭祖是大事，儿子不敢迟到。有这心就好。今日没看到臧大人，他不去吗？他身体不适。 罪已经告假了，赶紧出发吧。还有什么事吗？我知行，别误了祭祖的时辰。那我路上跟父亲说。哎，知行，路上我与父亲有公务要谈，你的事儿，不妨到了再说吧。 檀木凝香，庆心悠长，定国安邦，祖德贤良。玉杯佳酿，琥珀之光，净手而酌，报恩祖方。列祖列宗，不孝子孙装卢隐，携家眷前来拜祭。侯府家宅安好，妻贤子孝，望列祖列宗英灵保佑。拜，行，再拜，行。
离场。侯爷，祭祀的贡品都沾了先祖的福气，吃了一头好。嗯。侯爷，这些点心在外面放久了，刚才起风已经沾了灰，让他们重新做一份吧。把香灰包起来，带回府里埋上，也算是有意头了。就听夫人的。这花是哪来的？奴婢不知。夫人，这花有什么不妥吗？问这么多干什么？赶快丢掉。是。爹，又怎么了？您很久没有去看娘亲了。自她离世之后，您就再也没有去看过她。一会儿，我要去猎场狩猎，你不是不喜欢狩猎吗？自己先去吧。师傅，看到了吗？我今日非猎掉他不可。驾！撤！撤！你们俩过去看看。爹。好剑法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不爱骑马吗？小时候，爹曾教我骑射，还是有些底子的。每天沉鱼享乐，也不练习。既然来了，就跟着。爹，儿子刚才看到有一只小鹿，往那个方向去了。我去瞧瞧。走，走。怎么了？撤！你这是做什么？爹多年来不愿见母亲，我只能出此下策。引爹前来，您真的一点都不想他，不想看看他吗？明明从前您那么爱他、疼他，为什么爹变了？为什么一切都变了？想到他，为父就不好受，所以宁可不去想，不去见。爹难道还会为娘感到伤心吗？行了，回去吧。爹，等等。娘坟上的花开得好看，请爹带回去，插在瓶中。他若是想念您，透过这花，也许能看到您。我知道，他一定很想念您的。灵魂之说都是些无稽之谈，我们习武的，从来不信这个。不管怎样，这是我娘坟上开的花，您带回去养着也是赏心悦目啊。
男子汉大丈夫，不要花花草草的。今日念你思母心切，为父也不想训你。时候不早了，走吧。这。那只独领南星是你放的吧？猜测无凭，总要让你亲眼见着才是。先夫人没有地宫，只是简葬，只有棺没有椁，所以棺材才会腐朽得如此之快。生有宣冕、福位、古禄、田宅之分，死有棺椁、小寝、矿垄之助。很难想象，这竟然是侯府夫人的墓葬。 我要开棺了，你若是不忍看，可以去上面等我。不用，这是我娘。来，3、2、令堂的手腕骨是畸形的，而且与普通人的骨骼相比，明显要小一些。他的左手手腕骨也是畸形的。令堂去世前，可有全身无力、头晕头痛、四肢麻木的症状？一开始只是头晕昏沉，请了大夫也不见好，之后便每况愈下。 整日头晕恶心，精神不振，到了最后，甚至常会说胡话，浑身抽搐，疼痛难忍。那就对了，这正是独里南星中毒的症状。独里南星中毒的人都会有一个特点，就是骨骼缩小畸变，加上令堂去世前说胡话。 便是毒已入脑，是中毒最深的表现。你肯定吗？我从小跟着师傅耳濡目染，不会有误。我想，你娘应该是去世以后，身体里还有没消化的种子，随着时间推移，种子伴着尸液进到了土里面，才会生根发芽。 我娘一生与人为善，
委屈都自己咽进肚子里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人呢，并非一定要作恶才会招致杀身之祸。这毒，并非一朝一夕能置人于死地，需长期服下，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爆发。也就是说，这事儿一定是身边人干的，外人不可能做到长年累月的下毒还不被人发现。我昨日让你在祭礼上看看，你都看到了什么？蒋相，今日陵园里那束花是怎么回事？应该是底下的丫鬟们不晓得缘由，插错了。这么不小事的丫头，找出来杖毙。是，但此事应该只是巧合，主母无需过分忧虑。若只是巧合倒还好，只怕是有人故意。主母说的是二公子。你说，他不会是真看出什么来了吧？奴婢觉得不像。二公子以前来陵园，都是颓唐模样，今年也是如此，没有什么出奇的。以二公子的性子，他知道了定会大吵大闹，怎会像如今这般安静？再说了，就算他知道了，又能如何？没凭没据的，凭他现在这副窝囊模样，也不能掀起什么大浪来。还是主母好手段，将他养成这般废物。切！府中的吃穿用住都是他管着，而我娘，就是回到京城1年后才开始生病的。曾子曰：“慎哉，孝之大也。”心儿写的真好。娘，你怎么了？一开始，府中请了许多大夫，治了许久都不见好，病反而越来越重了。我很着急，我也不玩了，我天天陪在他身边，哪儿都不去。可他再也没有好起来过。后来，我去找爹，爹也不肯见他。娘，娘，我不要你死，我不要你走啊！无论娘在哪里，都会保佑你的。你一定要听爹爹的话。为什么爹爹还不来看你？爹爹是不是不要我们了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星儿，无论如何，他是这个世上最疼爱你的人。娘不求你像爹爹一样，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儿。娘只希望你活得开开心心的，这是娘唯一的心愿。以后的路只能靠你自己走了。娘陪不了你了。娘，我不要你走了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，我娘。我爹都再没来看过他一眼。我一直都想不明白，我娘为什么渐渐失去我爹的宠爱。
我爹又为什么在一夜之间将我们母子俩弃入敝履？我昨夜在你娘的坟上看见这花，就觉得这事儿没有那么简单。我之前在侯府打听过你的事儿，下人们说的话都是一样的，他们都说是你娘背叛了你爹。你娘借身体不适为由，与一名药郎过从甚密，两人暗通款曲。胡说八道！我娘深爱我爹，她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儿。你想知道真相吗？蒋相身边曾经有一个不起眼的侍女，5年前因为犯了事儿被赶出了侯府。今日我让人找到了她，并问出了真相。你娘与药郎的事儿，正是当年她在蒋相的授意下散布的谣言。别闹大了，我来办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要毁掉一个女人，破坏她的贞洁，是千百年来最行之有效的办法。你若是还不相信，我可以把此人交给你，你自己去问。我爹，他知道吗？我查过了，侯爷回京不久，皇上收了他的兵权。他为了在朝堂上站稳脚跟，急需蒋相的父亲，礼部尚书蒋敬的帮助。在权势面前，他选择了蒋相。恐怕也就是从那时开始，逐渐冷落你娘的。而蒋相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对我娘暗中下毒的。至于侯爷有没有参与下毒，自然是有办法查清楚的，就是看你是愿意继续查下去，还是愿意一辈子装聋作哑。我爹见过他，他知道的，他什么都知道。掌心念着危险的渴望，惊涛笑里草，惊雷无声响，城府深，深不过我目眶。是了，我娘是被他和蒋相合谋害死的。想来我这个儿子，也是他早就不需要的了。二公子这话就说的不对了。侯爷的宠爱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。他从前宠爱你，是因为爱着你娘，也觉得你像他，能够继承他的衣钵。他现在器重大公子，也是因为蒋相的娘家对他有意，而你又被蒋相养成了废人。他喜欢的都是对他有用的人，这样的喜欢得来并不是难事儿。只要二公子信我，按我说的做，我定可以让你得到你想要的一切。我只想为我娘报仇。对付蒋相并不难，他想要的不过是让庄知府成为侯府下一任主人。庄知府一旦失宠，蒋相也就没了依靠。对一个人最好的报酬，就是摧毁他最大的希望。如今的你被他看不起，
但这恰好也是你的优势。将相死不足惜，但现在我爹竟也成为了我的仇人。沧海，我爹是你的仇人，你要杀了他，为你全家报仇。可你为何要帮我？我有一件事，需要从平津侯的嘴里探出来。这件事对我来说很重要，但是你不能问，你需要有人帮你从他口中问出来。对，我家当年的灭门惨案，凶手除了你爹，还有另外2个人，一个是掌印太监曹敬贤，而另一个人，我到现在都还没有任何线索。我需要找到这个人。在此之前，我不会打草惊蛇。你要我从我爹口中打听出这个人的身份，这是你帮我的条件。是。打听出来之后呢？你会做什么？是我多问了。你进侯府的目的就是为了复仇。这仇我是一定要报的。若二公子不愿意，你可以现在就去告诉侯爷我的真实身份。他杀了我娘，我不能原谅他。但他毕竟是我爹。灭我蒯家的仇人就在我眼前，但我却不能杀他，还要与他百般亲近。你明知仇人是谁，却还要承欢膝下，舔颜敬着他，爱着他，这对你来说，又何尝不是千刀万剐之刑？杀人者偿命，这是千百年来亘古不变的道理。我可以帮你打听消息，但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否帮你复仇。如果到时候我反悔了，你不要怪我。二公子替我隐瞒身份，帮我找到仇人，我已是感激不尽，不能再强求其他。若到时二公子萌生他意，我也绝不埋怨。只请愿履先生之谋，请先生帮我报仇。从今日起，我一切都听先生的。从今以后，你我生死一体，荣辱与共。1年之内，我要让他成为平津侯最信任的儿子。等他从平津侯那儿获悉谁是第3人以后，我再行复仇之计。就算如你所愿，万一到最后他什么话都套不出来怎么办？你能等吗？恩公的话点醒了我，我蛰伏10年，不是为了一朝一夕的成败。从今以后，我会更加周密。小海，我跟你说说曹敬贤的事儿吧。他与平津侯表面上就是官场来往，而庄知府现任工部侍郎，时常会修葺皇家园林，这中间免不了司礼监批示。我猜啊，庄知府贪污的那些银子，有许多都落到曹敬贤口袋了。意料之中。而且他身边守卫密不透风，他除了去皇宫，平日里就待在京中司礼，想要接近他，难如登天呀。不过2个月之后倒是有一个机会。师傅，您说的是
朝廷举办的步打球赛，意在强健大庸男子体魄，更是受到京中世家公子们的追崇。每年的冠首，司礼监掌印太监会替皇上出面为其授奖，那个时候就有机会见到曹景贤。这个机会来的正是时候。你这套无敌拳，整天翻来覆去的练，腻不腻？换一套。你是徒弟，他是师傅，你倒在这儿享上福了。智奴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跟你说的？从今以后都要叫我曾海。哎，这不是庄二公子吗？你认识我呀，先生？你让我从府里出来，带我来这儿干什么？我要让你在这儿习武。既然你要重夺平津侯的欢心，那你大哥那条路就肯定不能走了，得另辟蹊径，得让你爹觉得你有继承他衣钵，成为武将的可能。石雷，哎，看看这小子是不是练武的材料？好嘞。你是不是疯了？他可是平津侯的儿子，你把他带过来，你不怕自己身份暴露啊？他知道我身份了，那自然也是知道你的身份了。那你还留他性命干嘛呀？哦，你就放心吧，他已与我结盟，这段日子他都会在这儿练武。你一定得让史雷好好教他。徒儿，他比你有筋骨，是个练武的好料子。闭嘴！就他整天游手好闲、好逸恶劳的，能行吗？那就得看你们俩的本事了。我就把他托付给你们俩了，2个月内，需练出个模样来。先生，咱能不能换个地儿啊？你看这儿破破烂烂的，一个好的桌子都没有。再说，我在哪儿休息啊？所以，我不说了。先生，就在这儿吧。从今以后，你就好好跟着这2位师傅习武。别忘了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以后都听我的话。这是你改头换面的第一步，当然我也不能闲着，得在京城替你壮大声势。全心朝下。哥，你这腿蹲不下去啊！来，你看我，这马步得这样啊！啊，知道了。来给我来一口吧，不许偷懒啊！我现在是又渴又饿，给我来一块吧。先练，练完再说。转过去，蹲下。陆大人，下官只盼见一面公公的尊严，看他老人家一切都好，下官也就安心了。楚大人求见公公，所谓何事啊？下官夜观天象，天机星光耀。我掐指一算，公公是天子的近臣，不正是天机星吗？公公必有大喜。下官楚大人既然没什么事儿，那就请回吧。下官受人欺辱，求公公做主。楚大人，你是钦天监监正，堂堂五品，谁敢欺辱你？下官羞愧，是平津侯府一个叫藏海的门客。此人手段下作，阴险毒辣，如今又是平津侯第一幕僚，我得罪过他，恐怕他要对我下手，求公公庇佑。
楚大人不是有侯爷撑腰吗？怎么求到都尉司来了？哎呀，陆大人，话不能这么说呀。下官谁的人也不是，下官只为朝廷、为皇上做事。日后公公有用得着下官的地方，下官必会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知道了，楚大人请回吧。入不了咱家的眼。是。收敛眼泪的锋芒，掌心念着危险的渴望，惊涛笑里藏，惊雷无声响，城府深，深不过我目眶。阴谋是我护身的衣裳，阳谋是我纵横的刀枪，用隐忍的狂，稀释道德藏，也不黑，只因为我心滚烫。翻云是我，覆雨是我，人心的罗盘莫测，总会有人起起落落。生杀是我，雨多是我，上夕阳如烈日赤裸，与君共高歌，芒种是我，袖手是我，天下是我，苍生